故弄玄虚之辈，本将怕你不成？这海族贾金仙不知为何心底出现了少许的繁杂的念头，总是浮现出自己寻欢时那般不堪之情形。此怪心神虽然有些不能安宁，但却表现得更为凶狠，张开血盆大嘴，喷出道道红光，红光竟然凝成了根根染血的剑矢，在海水中化作一簇箭雨，朝着李长寿的4道身影飞射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最左侧指导人手中阵盘高高抛起，飞射出数十道流光，瞬间撑开一座防护阵法，将飞来的箭矢稳稳抵挡。其他3道身影依次扔出手中阵盘，3道阵盘分上中下撑开3道阵法，虽是微型阵法，已是灵力无法持久，瞬息爆发时依然有原本大阵最少6成的威能。第1道困阵，乾坤枷锁锁定乾坤，此前已经证明可以困住这名假金仙。第2道杀阵，万剑灭魂，阵法灵力化作漫天剑气，凝成一把巨剑向前挥斩。第3道毒阵，鬼水阴雷，那面容可憎的假金仙脚下出现了一滩黑水。这假金仙也不料李长寿攻势如此凶猛，身周乾坤被短暂锁住，一时无法闪躲。但他如何会坐以待毙，又何须闪躲？区天仙罢了。海族假金仙口中吐出3只宝珠，直接将宝珠吹向前方，身周又涌出一股股血光，将脚下的黑水轻松抵挡。宝珠呼啸而去，将前方飞来的大剑直接击碎。金仙境之威一时无两。李长寿依然是不慌不忙，4道身影各自摸出了一杆画笔，身形在海水中毫无阻碍地飞转，以站稳4处方位，隐隐似是4项阵法。4道身影同时提笔，在海水中带出一连串的气泡，画出4条一笔龙。4龙瞬间活了过来，呼啸着撞向这名假金仙。紧接着4杆画笔齐齐写下一句句经文，这些经文顿时凝成各类兵刃，百种飞禽自4面8方源源不断地冲向这名海族假金仙。可惜封锁乾坤的微型大阵已然是耗尽灵力，这假金仙一跃而起，躲开黑水，撞碎画龙，被漫天的飞禽瞬间淹没。这攻势不痛不痒啊。假金仙也有些疑惑，不止如此，他迅速地发现4面而来的攻势中，有一面比其他3面明显强了不少。有1人用的画笔是灵宝，其他3人用的是上等仙宝。这假金仙的心底正烦乱呢，抓住了这般破绽也并未多想，不动声色先抵御了几波，忽而身形一闪，对着攻势最强的方向猛冲而去。正此时，李长寿面色划过了少许慌乱，恰到好处的后退半步，却又轻喝一声：“哼，当我怕你不成？”他手中灵宝判官笔快若幻影，急速地写下一个大大的急字。突然间，出乎所有观战者的预料，李长寿不朝后躲，身形突然前扑，直接撞散这个大字，身影一闪，诡异地消失不见了。再出现，已经是在这海族假金仙的身后，2个人背对背，相隔不足2尺，这才是真正的神通写经成法。李长寿豁然转身，全力一掌拍在这假金仙的背上，打得假金仙略微踉跄。几乎同时，周遭3道身影各自写下一只吉字，齐齐撞在画出的大字之上，闪到了这海族高手的身周。这海族高手哪儿见过这种阵仗啊？但他久经海场与海族贵夫人之床榻，虽然心神烦乱，但是反应不慢，身周爆发出一股强横的仙力，要把几人推开。就在这一瞬，毫无征兆，海族假金仙身周再次出现乾坤封锁的情形，将那股仙力硬生生地截断。周围4道身影自然都是指道人，
此刻这些指导人果断地冲向前，一人甩了这海族贾金仙一掌，又各自张开手臂。四股同源的仙力互相勾连，拧成一根根锁链，将这名贾金仙瞬间裹成粽子。贾金仙动弹不得，已知道中计，奋力抬头看去。上方100丈处的海水中，李长寿静静而立，正随手扔下一只只棋盘大小的微型阵机。困阵杀阵，困阵杀阵，杀阵。这一刻竟然有数十只微型阵法被李长寿给扔了出来，效果虽然不错，但是着实是心疼啊。漫天流光闪烁不停，乾坤封锁断了再续，下方的贾金仙只能够抬头怒视，一身的修为根本无法施展。四肢困住这贾金仙的指导人浑身仙力运转，张口喷出一股股三昧真言。这贾金仙瞬间被真言淹没，在那儿挣扎不停，被烧得不成人形。上方的攻势接连不断，下方的真言越烧越烈，烧罄，这贾金仙没了气息，就如同一截被烧焦的枯木，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向往那四道锁住他的指导人已经被自身放出去的真言燃成了灰烬。这4具指导人的仙力并未浪费半点，都化作了三昧真言。空中李长寿扫了扫衣袖，略微摇头，正要迈步离去，突生变故，下方那团枯木突然裂开，其内飞出一道血光，竟然是一把飞刀血刃，以迅雷之势出现在李长寿的脚底，将李长寿自下而上径直斩成2半。那团枯木轻轻抖动，慢慢地站了起来，气息渐渐恢复，浑身恐怖的伤痕在迅速愈合，胸口有一朵血莲在不断地闪动。这海族贾金仙仰头大笑，面容中满是嘲讽，满是庆幸，是得胜者的兴奋。但是他笑到一半，声音戛然而止了。上方海水中，那道被斩成2半的身影化作2只纸片，在仙光中轻轻飘荡。噗的一声轻响，一杆玉笛自这海族高手身后灌入，轻松地刺穿了那道血帘。玉笛之后，一道身形缓缓凝实，袖口之内金光闪动，2张仙永符已然开启，天仙境后期之仙力顺着玉笛瞬息爆发，血帘直接炸碎。这面部全非的海族贾金仙的身形摇摇欲坠，一股股毒雾已经包裹住了他此前遭了重创的元神，智不够，只能量来凑。李长寿松开玉笛，这件灵宝已是决意舍弃，趁仙永符还有瞬息可用，体内仙力化作三昧真言，火光暴涌，将此人的元神残躯瞬间吞没。一名伪金仙，也算是金仙境，化成灰烬之后，也不见得比天仙真仙多几分。这座海族大城各处，一道道仙识捕捉到了这一幕，哪怕是修为在金仙之境的海族龙族高手，也是心底微微发凉。不知怎么，他们的心底也开始莫名有些烦躁，莫名其妙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可描述的画面。区叛逆，别敢在我玄都小法师面前逞凶！今日有我在此地，谁也伤不得敖乙殿下！李长寿哼了一声，又像模像样的道了句：四护法何在？还不过来处置残魂！言罢，他身形化作一股水流，施展水遁，迅速消失不见。刚刚的4只指导人去而复返，这一次的扬灰工作是由天仙境的指导人亲自动手，也算是对金仙的一点尊重。那老妪拿着木鱼，老翁拿着梆子，妙龄女子拿着摄魂铃，那英俊青年面带微笑，摸出了一支唢呐法器。
悠扬的哀乐声中，李长寿本体已是赶向了某大法师所在的院落。真仙当真是不好杀呀！56支微型阵法的阵基，4支绝字指导人，1支神字指导人，2道仙永符，3件比类的上品仙宝，12颗他当前能炼制品质最高的元神之毒。哎，好像还不止如此呢。他那2颗灵丹级别的心火烧，不知是不是炼制工艺的问题，竟然又碎了。玄都的小法师。南海某处不起眼的岛屿上，一身血红纱裙的文静道人正坐在一处礁石的阴影中，缓缓睁开那双狭长的凤眼，眸中光芒闪烁。这莫非就是在我算计渡仙门时怪我好事之人？刚刚那个小法师灭他傀儡的那一幕，他自然也见到了。不止见到，他的一缕心神寄托在控制那名海族假金仙的血纹上，在双方斗法时近距离地感受着。若非对方出手太快，真真假假的化身太多，晃得他也没有反应过来，当时他便直接神念降临了。天仙净血为何本该如蝼蚁一般，竟能……文静道人的心底浮现出那一道道凭空出现的阵法，还有那诡异的一气化三浊之神通，以及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号。渐渐的，一个自觉荒谬的想法在文静道人的心底缓缓浮现。这个小法师莫非是那个男人的弟子？不然这般冒用名号，那个男人如何会轻易放过此人？至于人教为何出手干涉海族龙族之事，玄都小法师口中的陛下到底指的是谁？那这就不是文静道人操心的事了。此时负责算计龙族的是2位圣人老爷的弟子，他不过是干一些脏活，做一个副手。像这次设下陷阱埋伏东海龙宫2太子的算计，便非他主导。若是换了他算计，何必如此麻烦呢？暗中控制那名人鱼小公主，让她直接算计而已便是了。如此兴师动众，还被人坏了算计。他正撇嘴呢，一缕道韵突然飘来，文静道人耳旁出现了一名老道的嗓音：文静，让你的傀儡准备退走，今日有人搅局，怕是还有高手暗中潜藏。言罢，那道韵悄悄消退。哼，同是圣人弟子，相差也未免太多了些。文静道人嘴角轻轻一撇，心底给那些天仙境海族傀儡下令，便不再多管此事。恍恍惚惚，他心底浮现出了一幕水帘，以及水帘后那略微扭曲的身影。莫名的一缕漫长岁月从未出现过的躁动在他心底悄然滋生。为何会有这般心思？本女王莫非是看上这大法师不成？文静道人略微眯眼，将心底那一丝躁动抚平，略微皱眉思索，最后却是妩媚一笑，目中流转着少许冷寒。那个男人的血定是与众不同。东海深海鲛人大城，李长寿回了玄都大法师所在的院落，踩在那不知具体材质的石板上，心底总算是安稳了一些。哪怕有一座小塔护着，本体外出斗法，他依然觉得风险太大。李长寿对大法师做了个道揖，大法师含笑点头，此时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李长寿也不敢开口打扰，散掉化形术障眼法，将面具摘下，随手用真言烧融。李长寿又揉搓了一下自己的面容，恢复到本来的模样。在大法师面前，这般伪装便是不敬。而后李长寿的心底便开始琢磨，这次的2颗心火烧灵丹到底是为何会直接碎掉？不能随心掌控的底牌就不算是好底牌。
似乎不是炼制工艺的问题。上次的新火烧突然碎掉，是因我开启关闭丹药周遭的禁制太频繁，从而导致防镇的灵兽暴动。师傅他老人家千年清白的身子差点就被差点。而这次新火烧之所以会碎掉，是因为其内的药性已经不知何时用光了，丹药自身已经没了灵力药力，这才直接破碎。是金星的仙识太过强横了，还是我现身时有太多仙识锁定自身的缘故？李长寿用仙识观察大城中各处，瞬间就有了确切的答案，明显是后者。只见此刻的大城中，有部分离着刚才斗法之地较近，且修为较低的海族兵将叛军正在脱衣解甲，余兴大发。城中小部分区域陷入了少许的混乱，哪怕是修为高一些的海中生灵，此刻也是状态不对，甚至还有几个真仙境的鱼精画出本性，坐立不安，一阵翻腾。这城中原本正在激战的画风在迅速的崩坏。莫非？李长寿的嘴角一阵抽搐。此前我就发现，灵石毒丹新火烧对灵兽的作用被放大了数倍，难不成这海族跟灵兽一个原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玄都大法师也发现了这般情形，皱着眉注视着城中越发不可描述的一幕幕。李长寿已经走到大法师身后，尴尬一笑，两个人一同观察各处。渐渐的，李长寿发现事情变得越发严重了。海族的自制能力未免也太差了一些，此时按理来说丹已经碎了，药性已经过了呀，这怎么城中十里桃花起，满城尽在放鱼片儿？这些海族都是一春体质不成？